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这是有人上来沙发，已经不是沙发了啊。这个有人提前3分钟已经到场了，所以这个是板凳。换个眼镜。最近有些什么有趣的事情没？对吧？今天咱们就讲其中一个啊，看看有没有人爱听这个故事。稍微等一下。好，10几个人没问题，咱们就开始吧。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呢，咱们来讲一讲 DeepSeek R2 为什么没有按时发布呢？是不是被华为升腾芯片给拖累了呢？咦，糟糕，这儿呢。8月14号，也就是昨天，英国金融时报发了一篇报道，说 DeepSeek R2 模型之所以难产，是因为在使用华为升腾芯片训练的时候，持续遇到了技术问题，最后被迫改用了英伟达芯片。援引了3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甚至透露华为曾经派出一支救火队常驻在 DeepSeek， 手把手帮忙调教升腾服务器，但仍然无法完成训练。无奈之下， DeepSeek 只能退回老路，训练重新切换回性能更加可靠的 NVIDIA 的 GPU 升腾芯片，仅退居辅助用于模型推理环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报道啊，而且呢，这个报道里头虽然没有华为和 DeepSeek 官方的这个回应啊，也没有他们的辟谣，但是呢，据说是援引了3位知情人士的一些说法，也进行了很多这样的交叉验证，所以这个事情呢，大概率是真的啊。那么国运跟国运相碰撞的时候，为什么升腾不行，而不是 DeepSeek 不行呢？对吧？两边碰一块了，两个国运级产品嘛，升腾也号称是国运级产品 ，DeepSeek 肯定是国运级产品，为什么是升腾不灵呢？升腾芯片跟DeepSeek 碰撞，升腾是可以替代的啊，也还有一堆竞争对手，所以出现问题以后，它的竞争对手会帮它去宣传，而 DeepSeek 这东西的话，虽然在国内也有模型在追赶，但是地位是不一样的。升腾和国内的其他算力芯片以及其他那些大模型，从来没有像 DeepSeek 那样震动过世界，所以呢，发生碰撞的时候必须是升腾不行了啊，不可能是 DeepSeek 不行了。那么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期待 DeepSeek R2 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像我们现在也有千问3也有 Kimi Minimax 对吧？还有豆包等有一大堆的这些模型出来，怎么就只有 DeepSeek 才行呢？其他人为啥都不行呢？其实现在呢，很多新的这些模型已经并不比 DeepSeek R1 的性能更差了，基本上是可以替代使用的。但是大家依然在期盼 DeepSeek R2，而且你只要讲DeepSeek 要出 R2 了，这个马上大家就会有流量，就会来看说什么时候出来，到底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吧？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啊，因为我们在跟国外的大模型竞争中打不过了，对吧？国外已经进入了10万级芯片的训练时代了。拉玛4 10万块 H100 训练出来的，虽然拉玛4翻车了但那也是10万块。而马斯克 XAI 的 Grok 4 20万块 H100 训练出来的，对吧？效果相当不错。GPT-5 的话，现在推测也是20万块 H100 训练出来的。而 Cloud 4 Anthropic 的 Cloud 4，据说呢是40万块 H100 但是呢，它这个数并不是那么准确40万块 H100 呢是一个部署的数量，并不是精确的训练的数量就是它到底用了多少块卡去训练这个事儿不知道。而另外一个没说的是 Gemini 2.5 Gemini 2.5是没有公开数据，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卡没法去比较，他们家使 TPU 的
这个其他人都是使的 GPU，所以呢没有办法去比较，就不知道 Gemini 2.5用了多少，但应该也是一个几十万块这个 H100的一个算力才有可能训练出 Gemini 2.5来。以前啊，这个国外大模型特别强，特别是 GPT-4啊压着所有的模型的时候，我们终于期盼到了DeepSeek 啊 ，DeepSeek R1出来啊，觉得哎，我们好像又可以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国内的大模型跟国外这些明显有差距了，对吧？那么我们只能再去期盼 DeepSeek，因为其他这些肯定是追不上的。那没有20万块 H100，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对吧？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国内的算力芯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啊，不是那么靠谱。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期待的就是奇迹了。DeepSeek V3、DeepSeek R1，他们呢号称使用了2048块 H800，还不是 H100，就是他们这个算力转换到 H100，可能也就是1000多块 H100，拿这样的算力就直接训练出来了，对吧？那么大家觉得，哎，当时咱们搞不到这么多卡，你们可以用很少的卡把这玩意儿训练出来，还可以震惊世界，对吧？现在我们还是搞不定20万块 H100。搞不定20万块的这个 H100，那么我们是不是依然可以期待 DeepSeek 再创造一次奇迹呢？大家在猜这个事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被美塔花了好多钱收入进去的这个亚历山大王啊，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啊，说 DeepSeek 手里头有5万块 H100啊，压根儿就不是他讲的几千块就给这事儿搞定的事儿，对吧？而且呢，新加坡3月份还抓了一些向大陆走私英伟达芯片的人啊，有传闻说这些芯片的采购方里边包括 DeepSeek， 而 DeepSeek 呢也正式做出过回应啊，2025年2月份做了回应 ，DeepSeek 强调仅使用了2023年合法采购的 H800芯片啊，其他我都没用。但是讲完了这个以后，甭管你原来这个东西到底有还是没有啊，你讲这个话以后肯定就不能再用了吧。所以呢，现在大家期待说，哎，这个反正你们原来是这么讲的啊，我们就这么信了。那以后呢，这个创造奇迹也只能是等着你了。哪怕是使用 H20芯片啊，用很少的芯片训练出来，堪比20万块 H100芯片训练结果的那种奇迹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我们总还是要有一些希望嘛。新的模型没有出来啊，但是新的论文呢 ，DeepSeek 其实一直不断在产生。在这个 V3跟 R1之前啊，其实 DeepSeek 也没做什么铺垫啊，也没觉得它就怎么样，这不也就突然蹦出来了吗？对吧？它是这样来去期待这个 DeepSeek 的。那么这个 DeepSeek 要去，比如说原来讲是8月15号到30号之间要发新版本。对吧？最后 DeepSeek 自己出来辟谣说，对不起，我们发不出来，对吧？然后英国金融时报出来说，哎呀，这个被这个升腾给拖累了。那这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对吧？这个是如何发酵到这一步 ？DeepSeek 原来是有没有说过自己要去这个发这个 DeepSeek R2这件事儿呢？首先呢是 DeepSeek R1震动了世界，应该是在2025年春节前后的时候，我印象里特别深刻啊。这个当时 DeepSeek R1出来以后。我还连续做了很多天的直播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对吧？国际大厂呢在 DeepSeek R1的这种搅动之下，纷纷转向什么呢？主攻数学、科学与编程，然后呢是长上下文工具调用和 agent 以及指令依从，降低幻觉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么长时间在 DeepSeek R1过来的这个大半年里头，国际这些大厂在干的3件事情。对吧？第一个是主攻数学啊，第二个是做 agent， 第三个是低幻觉啊，降低幻觉。那么国内的模型厂商呢，其实也在卷数学跟科学这块呢，实在太难了啊，这个咱们不擅长，而且那个你真的是需要可能10万块、20万块卡，你才可以把这事儿搞定啊，咱们没有。那编程呢，基本可用啊，就国内的这些模型做编程，肯定没有 Anthropic 的 Cloud 4好用，但是呢，也基本上可以跑。长上下文工具调用和 agent 这块呢，包括指令依从这一块呢，必须要有啊。这一块其实国内的大模型基本上已经追上了。剩下的呢，降低幻觉这事儿咱们就不谈了啊。反正这个
有幻觉还是可以甩锅的事情，对吧？有点什么事儿啊，这是他的幻觉啊，我们不管他了，对吧？那么这个开源全面开源，这个是国内大模型真正卷的地方，对吧？国外不敢啊，咱们是可以全面开源的啊，千问直接把200多 K 的200多币的模型直接就开源出去了，对吧 ？DeepSeek 600多币的模型直接开源出去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在努力的往前走啊，所以各有所长吧啊，基础设施这块咱就不费劲了啊，就是数学科学这部分实在是费劲啊，大家就期待 DeepSeek 来再创辉煌了，其他人就不管了。那么 DeepSeek 要去发 R2 这件事呢，其实传了2回啊，不是说这是第一回传。第一回呢是这个5月份啊，5月份呢，首先是风起云涌，就是每一次说 DeepSeek 要说 R2 的时候呢，都是风起云涌的时候，大家都在上新模型，说哎呀 DeepSeek 你也得上啊，对吧？所以就会开始给他传这个事儿。那么今年5月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呢是Cloud 4 Opus 和 Sonnet 这类模型直接出来了，王炸对吧？然后5月份开谷歌 I/O。Gemini 2.5 Pro 和 Gemini 2.5 Flash 直接发布啊，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是我的主力模型了。GPT 呢，当时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作啊，上了一个 GPT 4.5，但是呢，也没有引起特别多的响动。法国的 Mistral 啊，做了 Mistral 3 Medium， 然后呢，做了这个 LeChat 他们的那种法语的聊天工具，这是5月份干的事情。那么大家就说了啊，这个 GPT 啊，大家都去更新了嘛，那么 DeepSeek 你们也该来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期待，但其实呢 ，DeepSeek 没有去出 R2，而是把这个 DeepSeek R1的模型稍微的小步更新了一点点。6月26日，The Information 就做了一个报道，说 DeepSeek R2啊，原来计划是5月份发布的，但是呢，因为梁文峰对于 DeepSeek R2表现的性能不是很满意啊，决定推迟了。路透社呢也引用了 The Information 的这个报道。国内的媒体呢也纷纷去引用，但是这件事呢并没有得到 DeepSeek 官方的回应。DeepSeek 这个公司就是这样，它基本上不怎么回应大家的这个响动啊，就是你们猜吧，猜完了以后我也不理你，对吧？除非是有一些太过分的啊，否则他一般不说什么。DeepSeek 呢也不是说没更新啊，就是做小版本更新，像 DeepSeek V3 出了0324版，也就是2025年3月24号出了一个版。首先呢是把分数又往上刷了刷，因为每一次去更新这些模型一定要刷分数上去啊，就是各种的测试啊、排比啊、排名啊又往上刷了一点。然后那代码能力，特别是前端代码能力呢有所提升啊。你说我拿这玩意儿写个网页没什么问题啊，但你说我要做一些大的架构啊，或者做一些这种后端的东西，可能就要稍微费劲一点。做算法的东西要费劲一点啊？为什么？因为它 DeepSeek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上下文比较短。啊，你要想去做一些大的架构上的东西，你必须上下文长，你得能把整个代码塞进去才行啊，这块还是要费点劲的。然后啊，他把中文写作能力做了一些提升。DeepSeek 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就是中文推理，对吧？因为在海外的这些模型很多都是使用英文推理，然后再翻译成中文的。他说我们直接用中文推理这个事儿是不是 OK 啊？他们一直在努力干这件事情。使用体验上呢也有所提升，特别是 function code 更加准确了。在做 agent 的时候啊 ，AI agent 的时候，其实核心就是 function code 的能力，就是我们先描述一堆的这个功能啊，然后交给大模型，大模型在完成整个的这个语言生成的过程中呢，去根据你描述进来的这些 function 啊，去决定我要调哪个不调哪个，或者如何去调用，什么时候去调用啊，他去做这件事情啊。那么 DeepSeek V3 0324呢，就在这一块啊又做了一些增强。然后 DeepSeek R1呢，其实也更新了一个版本，就是0528。其实大家在传说 DeepSeek 要出 R2，讲的其实就是这个0528的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呢，继续刷分啊，把这个分又往前刷了刷，减少生成的一些错误信息。因为 DeepSeek 最大的让大家无法忍受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胡编乱造啊，它太喜欢瞎编了，对吧？所以在这块呢，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但是依然胡编乱造的很厉害啊！待会儿咱们讲这个8月15到8月30号出 DeepSeek R2的消息，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啊。待会儿咱们再讲。然后呢 ，DeepSeek R1 0528呢还支持了 JSON 输出和 Function Coding， 提升了这个调用的准确度啊，这个有所提升啊，但是呢不能叫 R， 这就是5月28号的这个版本。紧跟着就开始传说了啊，说8月15号到8月30号。
要准备发布 DeepSeek R2 了。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啊，第一步肯定还是要风起云涌一下，对吧？7月份、8月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马斯克 XAI 的 Grok 4发布了，Anthropic 又发布了 Cloud 4.1 Opus。OpenAI 发布了 GPT-5这 GPT-5这东西到底好不好使，大家各自去领会啊。大家可以认为说 GPT-5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但是也可以认为说GPT-5就是山姆奥特曼为了要去忽悠融资去搞的一个事情，对吧？因为 GPT-5出来以后 ，OpenAI 的估值已经正式从3000亿美金提升到5000亿美金了而且是孙正义要去买这个单说您这5000亿美金我认了我去买去。所以呢，这也算是一个融资的行为吧，但是7、8月份风起云涌了。那么空穴来风呢，你这事怪不得别人在 Reddit 上有人发了个帖子，这个帖子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去问了 DeepSeek R1 DeepSeek R2 什么时候发布，对吧？他等于是把这个东西交给 DeepSeek R1 了但是大家注意 DeepSeek R1 这个大模型呢，它并不代表 DeepSeek 这公司的一些官方的观点只是说这个模型给你生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他问完了以后呢 ，DeepSeek R1 回答了说这个8月15号到8月30号之间发布，而且号称呢是引用了雪球和东方财富等可信的信源，而且进行了多个渠道的证实，对吧？这个就是 DeepSeek R1 给的回复了。这 DeepSeek R1 的幻觉其实一直都是很严重的虽然经过0528的调整以后，但依然很吓人。而且 DeepSeek R1 的最大幻觉是什么？就是编造可信的信源说我从哪儿引用了，你点进去以后压根就没有这篇文章这个是 DeepSeek R1 最喜欢干的事儿。但是甭管怎么说这个文章就在 Reddit 上就贴出来了。随后呢，这个消息就逐渐的被传播和放大了。国内的很多的媒体、自媒体就开始引用这条消息，然后去说，DeepSeek R2 真的要出来了你们知道吗？这个8月15号到8月30号之间他们要开发布会。特别呢是华为下边的一些科技媒体进行了转载而且呢在标题里边还夹带了私货，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这个公司深度求索的升腾芯片版本 DeepSeek R2 预计在本月发布，对吧？它讲的就是说它是使用升腾芯片来去做训练的那么华为都说了2大国运级产品强联合了，那信吧，这事怎么办呢？国内一帮的媒体就冲上去说我们信了这个确实是有这事儿了，对吧？到8月14号英国的金融时报出来报道说升腾芯片拖累了 DeepSeek R2，它等于整个是这样来运作的然后动点科技、腾讯科技就出来辟谣，援引自公司内部人士，也就是 DeepSeek 这个公司里边的人说了，说8月份不会发布 DeepSeek R2大概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所以呢8月15号到30号之间发布 DeepSeek R2这个消息实际上是 DeepSeek R1 自己编出来的，对吧？那么其他人把这个编的信息信了直接截了个图发到这个 Reddit 上以此来发酵出来的一个过程。那么 DeepSeek R2 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升腾芯片确实是有问题的。升腾910C 的这个芯片，虽然单芯片的算力在部分指标上呢已经达到了 H100 的水平，但是呢显存的带宽不够就是我想从显存里调数据回来，这个速度是没有 H100 快的。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多个芯片之间的速度，就是我需要把数据在多个芯片之间进行这个流通的时候，这个速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而且差得很远那么你要想去做同样的训练的话你就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这个全功率的去运转，因为你想人家都已经达到20万块 H100 这样的这个集群的规模才去训练新的模型了，你现在可能需要这个更多的，你比如就是需要这个50万块或者60万块升腾910C 串在一起才能达到人家那个算力而且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连续的运作，那么这个对于升腾910C 的这种考验来说就比较大了，对吧？这样的芯片其实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稳定的去运行的。
并不是说训练一个模型，这头输入进去数据，然后过3个月去开盖看结果，不是这样的，就是它中间每过一段时间你是可以取得阶段性成果啊，然后再继续往下训练。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呢，你是不能停的啊！你中间比如说准备了一批数据，你去训练了，如果这批数据没有训练完啊，这个升腾 910C 就直接冒烟了啊，就不干活了。那么这一波就白干了啊！你必须要从这个节点接着往后干。这个玩意儿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打怪升级啊，就是我们出去这个打游戏打妖怪去了啊，你一定要打死这个妖怪才能存盘，对吧？你没打死这个妖怪就不让你存盘啊，所以这个升腾 910C 在这块差一点。那为什么差呢？升腾 910C 呢是2个 910B 堆叠在一起的啊，2个 910B 堆叠在一起以后呢，散热肯定会出问题，对吧？就特别发热啊，就算是上了液冷以后，依然是搞不定这个事情。其实同样的坑啊，英伟达也踩过。大家还记得 H100 独挑大梁好久了吗？对吧？这个很多人应该还是有印象的。甚至呢，到现在为止 ，H100 已经成为一种计量单位了啊。现在我们再去算说，你这个算力相当于多少英伟达芯片呀，对吧？我们都是以 H100 的这个算力作为一个计量单位的，就是因为 H100啊，挺长时间在那儿啊，这个孤独一支啊。为什么它会孤独一支呢？本来计划替代 H100 的这个产品叫 B100，叫 Blackwell 啊，叫黑井100，这个芯片直接就跳票了。对吧？这个研究完了以后，开了发布会，开完了以后，这个芯片压根儿就没有大规模的部署，啊，也没有交付。为什么呢？就是它做的就是这种堆叠技术，导致散热失败啊。散热失败了以后，你会直接把板卡烧掉，这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去交付。到 H200 出来了以后，说那这咱交付这个呗，对吧？但是一开始依然是受困于散热问题，导致呢大规模交付的延迟。一直到今年啊，才开始去交付 H200，对吧？后面的工艺呢不断的进步啊，再加上全面液冷啊，就是原来这些，你像 H100 这些机器是可以进行风冷的，就是你拿风扇吹它是 OK 的，但是到 H200 这个机器啊开始交付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必须是液冷，而且这种液冷呢还不是一种普通的液冷，叫完全浸泡式液冷啊，像我们。见过这种游戏主机装机视频的这些人吧，你会知道他们那个液冷是怎么做的，就是他在芯片外面给你涂这个散热的胶啊，然后呢把这个液冷管贴上去，靠这个液体呢快速的把你热量带走，然后到外边再去找风扇啊，一堆的风扇再去把这个水给你吹凉了，然后再重新循环，对吧？它是这样来工作的，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对于 H200 来说还是不行的啊，它必须是全浸泡式的，对吧？这个。就是把整个的这个 H200 的芯片啊，或者包括它整个的板卡一起泡的这个液体里头，这就肯定不是水了嘛，是一些不导电的水啊，整个泡在里头才能够达到散热的这个能力。当然了，这个甭管是英伟达也好，还是升腾也好啊，他们散热都是有问题的，导致什么呢？就是液冷概念股都涨疯了啊！就是你只要说我这公司是做这个液冷的啊，那大家就赶快涨。而且现在都是浸没式液冷，就把整个板卡都泡里头，对吧 ？A 股上啊，比如说强瑞科技啊、英维克、申灵环境、飞龙股份啊，这个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大概有这么10来家公司都是专门做液冷的。这个里头好像，飞龙股份是专门给升腾这个384超节点做这个液冷的啊，这个大家就一起去买吧。至于美股那边的话，有一个叫Vertiv 啊 ，VERTIV 的一个公司，它的代码是 VRT， 是专门给英伟达做液冷的公司，对吧？这个公司的股票也是涨得可好了。说你们既然搞不定这事儿，那咱们就买液冷股票吧。但是这个讲回来，910C 这个芯片啊，你要去连续的做长时间训练的话，液冷也压不住啊，继续的去直接把板卡烧掉啊，这事儿是跑不过去的。即使是有大量的华为的工程师坐在 DeepSeek 公司里头说来，我帮你调啊，他也调不过去。实际上，这些华为工程师能调什么呢？他们只能调一件事，就是CUDA 里头没有实现的部分，我来帮你去实现一下啊。因为华为的这个升腾 910C，他们使用的这些
训练相关的代码的话，是华为自己开源的一套训练框架，对吧？这套框架据说是可以实现CUDA 70%的功能，但是还有30%你是实现不了的啊。那这一部分由华为的工程师到现场来搞定，这个再怎么搞，对吧？你这个该冒烟啊，该着火，该这个整个的机器直接停摆这个事儿，它是解决不了这问题的啊。所以升腾芯片还是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传闻啊，说为什么 DeepSeek R2出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数据标注的质量跟速度不过关啊，这个呢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也是坊间在流传啊。这个因为在中国嘛，很多的数据，肯定还是需要去审核一下的啊。这个审核的过程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而且 DeepSeek 呢，其实一直也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公司啊。提前预热啊，然后不停的出来吹牛这件事呢，是容易翻车的。你比如说山姆奥特曼啊，每次出来讲 GPT-5，就是 GPT-5发布之前，一看，哎呀，说我太震惊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对吧？这就是一个博士啊，讲了多少回。等 GPT-5发布的时候，大家说就这，对吧？这就能让你震惊了。您到底是眼皮子有多浅啊，对吧？就会去看他啊，就会去这个觉得山姆奥特曼这个人实在是有点这个没什么见识吧。然后马斯克在发布 Grok 4之前也在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大模型，对吧？这个也有人认为老马吹的有点过头了啊。其他的公司都必须不断的发模型，跟着一起卷，不断的来吹牛。这个事儿是有原因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是需要融资的，对吧？马斯克发 Grok 4发完了以后，马上就给 XAI 去融资啊。山姆奥特曼发 GPT-5 发完了马上融资，对吧？这公司直接就直到这个什么了，直到5000亿美金了啊！它现在已经是没有上市公司里头最贵的一家了，第二家应该是这个 SpaceX 啊，再往后是3000多亿的字节跳动，对吧？但是大家注意，字节跳动的收入现在好像已经超过Meta了啊，这个是非常吓人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些人他有融资的需求，你就必须得不断的出来炒这个热点啊，不炒的话，你说我现在想提高估值融资这事儿费劲了，对吧？而且现在这个谁 Anthropic 也在融资啊，就是他现在出了这个Cloud 4.1之后，说我们现在也要开始融资了，而且是要按照这个1500亿美金的估值，我要去融资啊，谁愿意来给钱啊？这个我估计他们后边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啊。现在他们的 CEO 应该已经奔中东了啊，找中东土豪去给钱去了。谷歌呢，虽然不需要融资，但它后边有股市啊，对吧？它有股价、有市值这些东西，所以呢不能落后啊。所以谷歌也必须要不停的推陈出新。实在做不出来东西呢，你说我这个确实哪块也做的不太行，怎么办呢？你还可以像扎克伯格那样，对吧？表演抢人大戏这种行为艺术啊，对吧？我发1亿美金的薪水，我发2亿美金的薪水，我把人抢回来。虽然你的拉玛4像屎一样，然后拉玛再往后怎么走谁也不知道，但是看到你表演行为艺术表演的这么热闹的话，这个美塔的股价涨得也还可以，对吧？所以大家必须不停的去表演，但 DeepSeek 自己它没有这种融资的需求，所以呢也并不太需要出来表演，自己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啊。至于说它到底做成什么样，咱们也只能在外边来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谁家的芯片能够训练大模型呢？对吧？大家注意，训练跟推理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训练你是必须要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而且在中间是不允许停的啊。而且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更多的芯片之间进行数据的调度啊，需要更大规模的这种协同，这个是训练要去做的事情。国内的这些算力服务器都搞不定这件事情啊，它没有办法说让这么多的这个芯片啊相互之间进行协调的情况下，这么长时间稳定的工作下去，现在国内这个事儿搞得不太定啊。推理的话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啊，你可能只要几个芯片啊，读出很少的数据来，它就可以把这事儿干完，而且每一次啊这个做完就完事儿了。你比如说我们去提了一个问题啊，他给我们过了几秒钟做了一个反馈。反馈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再给我们分配其他芯片了。在这个过程中，芯片出现任何的问题，过热了，或者说你对资源进行切换了，它是不影响的。所以呢，推理咱们国内的这套系统是可以的啊，但是训练搞不定。
那么到底谁家的芯片可以做训练啊？英伟达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必然是可以的。那么除了英伟达之外，还有哪些芯片啊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模型训练呢？啊，你说我这个芯片训练了一个这个10B 的、20B 的这个模型啊，这不算啊。或者说你说我这个虽然能够训练，但是我训练的模型从来没有人用过啊，这个也不算。现在唯一证实了可以进行大规模训练的，这个而且是训练这种大模型的啊，还被大家普遍接受和使用的，猜猜是谁啊？不是 AMD 啊，很多人可能会猜是不是 AMD 啊，对吧？大家都说英伟达，对吧 ？H100，然后这个 AMD 米300或者现在应该是米300几了吧？这样的一个芯片是不是他们呀？不是他们啊，现在唯一的一个能干这个活的人是谷歌的 TPU。Gemini 大模型是在上面训练出来的 ，Anthropic 的 Cloud 模型有部分声称是在 TPU 上训练的，啊，没了啊，就只有这一家，就除了英伟达之外就是他们了啊，这个再没有第二家了。那老牌厂商号称是能做的，像 AMD 啊、英特尔啊，号称我这个芯片是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模型训练的，也给出了一些用他们的芯片训练大模型的事例。甚至呢还训练了一些不太流行的小模型拿出来去开源啊，说你看我这还确实做出来了，但是他们训练出来的模型也没人用。这个 AMD 跟英特尔呢，一般大概也就是10B 啊或者20B 以内的这些小模型啊，做了一些出来去给人家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富士通啊，富士通呢他们用一款 ARM 的 CPU 呢也训练过一点这种可能也是10B 以内的这种小模型吧。这个反正大家也没有听说过谁去用它们，对吧？也就如此了。其他的一些 ASIC 这些应该叫 ISIS 吧 ，ISIS 模型吧，ISIS 芯片啊，这个其他的一些 ISIS 芯片呢，这个也是号称自己能做啊。这个所谓 ISIS 芯片呢，叫专用集成电路啊，像升腾啊、谷歌 TPU 呢，都属于 ISIS。亚马逊啊、阿里、百度呢。也都号称可以进行训练，但是呢没有实力。亚马逊号称是我拿自己的这个 ISIS 芯片呢做了一些训练啊，也有几个模型，但是呢谁都没用过。这个 Cohere 的模型有些据说是在亚马逊上进行训练但这个事儿呢也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百度呢是号称自己设计的 ISIS 芯片呢可以去进行训练但是。反正百度自己家的模型烂得跟屎一样这个我们就不去评论了。至于华为的升腾芯片呢，科大讯飞号称是在上面训练的但是呢，也有朋友跟我讲说，科大讯飞其实是在英伟达上训练出来的，只是呢对外宣称是在升腾上训练的。这个我们就不去做考证了只是科大讯飞的模型其实也没有那么普遍。除了一些教育领域里头，有些人会去用其他的让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选择用科大讯飞的模型。华为呢自己号称是在升腾模型上训练了盘古大模型但是呢，这个前面被内部的人指责蒸馏然后指责抄袭之后，就不再有任何声音了所以现在华为已经不再提它的盘古大模型这事儿了。估计是准备装一段时间的死狗以后，再次遥遥领先所以华为的升腾模型其实没有证实过曾经这个训练成功过任何的大模型然后 DeepSeek R2 呢，应该是真的尝试过但是败下阵来。华为跟 DeepSeek 官方呢都没有出来证实，就是既没有出来说我用了，也没有出来说我没用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升腾芯片。没有成功的训练没有成功的训练出过任何一款这个大家普遍使用的模型。那么国内的算力芯片是怎么样去竞争的呢？国内的算力芯片英伟达大概占54%就一半多，升腾呢占28%，就升腾其实已经占的非常非常多了。像寒武纪等等其他的一些芯片公司的这个所有的加在一起，可能还加上 AMD 的吧。一共占18%这个大概就是国内整个的算力芯片的一个分布情况。国产的芯片呢，目前来看都是可以去做推理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没有哪一个真的跑出来模型过啊，所以国内的算力芯片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训练的虽然科大讯飞号称是在升腾上训练的，但是也就如此吧。百度也号称是自家的芯片可以做训练但是这些都没有证实。现在呢，还有一群的营学家在鼓吹英伟达芯片里头有追踪器但是这些营学家呢，现在有点吹不下去了。他说：“哎呀，这个英伟达的芯片里头是不是在集装箱里装追踪器了？还有人说是不是在包装箱里装追踪器了？或者是说在服务器里边装追踪器了？因为他们也知道在这个芯片里头是装不上的还有人说：哎呀 ，H20这里头肯定没有追踪器但是呢 ，H100这个像什么 B200这个里头有追踪器。这个呢都想多了因为中国人是经历过挖矿的我们是完完全全可以把芯片整个扒下来，重新拿新的板卡去焊。”而且大量的其实做英伟达板卡的公司就在国内，对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拿它的板卡自己回来去加工这个事情，做装追踪器这个事儿是没用的一帮营学家在干这件事儿。中国官方对于 H20的态度呢也很暧昧，对吧？有人就到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去问问发言人说：“你们是不是要准备禁售 H20然后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回答是：“没听说过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也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员回答一般都不会说是或者不是通常回答是，请你看以前的这个表态，或者请你看有关部门的表态，或者说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一般我们是这样来去回答问题的。所以他这一次的回答叫没听说过。然后中国政府呢也没有明令禁止说我们去销售这个H20或者谁去买这东西也没有明令禁止。但是呢，潜规则就是这样去运营的。多家媒体，比如说 Bloomberg还有像叫 Market Watch， 还有一些媒体叫Reuters 大概是这样的念吧 ，Reuters。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些报道，说中国的监管部门呢，针对 H20芯片表达了强烈的不信任和谨慎态度，尤其是强调相关芯片可能存在后门的风险和数据隐患，建议企业回避在政府或敏感用途使用 H20。所以呢，这些 H20可能最后去做训练就完了推理的这块就通通交给国内的这些什么升腾384超节点就 OK 了然后还有报道说，字节跳动、腾讯、百度等企业被召集说明这个采购动机和用途，就是这些人是准备去买 H20的那么这个就有国内的有关部门把你们都召集一块说你们为什么要买这东西买多少买了个把屎给他们开这样的会，对吧？那么监管侧重国家安全与这个网络安全审查并未提出商业禁令，就是我们还是让你买，但是你买之前呢，我们得把你拎来稍微恶心恶心你，就跟很多人说，哎，你烧个香吧，我不想烧香，不烧香你回去死全家就跟你讲这话是一样的，对吧？所以现在都约谈过了中国官方对 H20的态度。总结一下吧 ，DeepSeek R2呢，确实是难产了，这个肯定的，没有出来国内的算力芯片目前呢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模型训练，对吧？可以进行推理这个事儿没问题了，但是训练搞不定。20万块 H100量级以上的大模型训练，国内很难突破这个事儿搞不定。因为你要想清楚，它如果20万块串在一块可以训练大模型的话，我们可能至少需要40万块或者50万块，比如说像升腾 910C 这样的芯片凑在一起，而且我们所需要消耗的电和这个时间可能都是要成几何级数上升的，因为我们卡之间的这个联通的速度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对吧？我们需要装载这么多数据去进行训练的时候，你就需要在卡与卡之间进行数据的调度，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慢的所以比如说 H100，它也不是说一直就不坏它可能工作个20个小时或者是这个40个小时，它会坏一次，会出现问题，对吧？那么这个对于老外来说他们就可以去接受了。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可能要求这个你必须要连续坚持这个，比如说500个小时不出问题我们才能够回收回来数据来，因为为什么你算得慢嘛，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达不到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国内算力卡的这些供应商呢，很有可能会阻碍中国大模型的进展和训练。
为什么呢？就是自己做不好，你又不让别人买 H20，对吧？那这个可能中国的大模型再往下一步走，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了。未来国内算力卡是不是可以训练大模型呢？反正1-2年之内呢，稍微有一些困难吧，还是要麻烦一些的。国内的大模型到底能不能用呢？基础研究这部分除外，基本还是能跑的啊。你说我不去做这种高深的数学、科研研究物理学或者这些基础学科，我们不去研究了我们就是让你去做一些这个信息整理或者做一些这个现在国内大模型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还是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 DeepSeek 的慢慢发展吧。它反正中间只要不需要融资，它也不需要出来吆喝，对吧？万一有惊喜呢？这个也不好说，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好了，看看大家在讲什么。来了点赞了没点赞点个赞，欢迎。然后居然是直播，还以为是录播呢我们每周5都会有直播，只是呢现在反正最近体力稍微差一点所以呢一般周5现在只直播1个故事，原来周5会直播2个故事。鸡蛋灌饼这个你好像是上周缺席了2天，有人就想你了这个礼拜5你又跑回来了，很棒。这个是来了欢迎。盘古模型曝光的问题被 DeepSeek 验证了，其实盘古模型没有曝光这些问题盘古模型的规模比 DeepSeek 小多了，它也就是个20-30 B 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对吧？这个根本就轮不到这个600-700 B 的 DeepSeek 去给它验证一些问题。DeepSeek 的幻觉更严重DeepSeek 确实是幻觉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大模型熟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让他去读吧，那能怎么办呢 ？Grok 2 Llama，不也早就开源了吗 ？Grok 2到现在没开呢吧 ？Grok 2开了吗 ？Grok 1开了Llama 呢是到 Llama 4都开源了，但是 Llama 4是彻底翻车了Grok 2原来是马斯克承诺本周开源，但是我还没看到。而且它这种东西开源了也不会有人去用的，巨老大无比，你部署一遍都没什么意思，而且你部署上去以后又很落后的一个模型，对吧 ？Grok 3没准大家还愿意去部署，Grok 2谁去部署它去？这个来了老范你好你也好，感觉速度这块还是 Grok 更快，我这还真没感觉。Grok 刚出来的时候，就 Grok 4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有几天是很快的。但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是越来越慢，我估计是马斯克又把他的 GPU 集群这个拎出去干别的去了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GPU 去给 Grok 做支撑了。最终我还是充了100刀的 Cloud Max，Cloud Code 实在是太香了，好吧，100刀1个月，你真有钱。Grok 日常用是最好用的，搜索和问答，意识形态审查最少Grok 确实意识形态审查少，但我平时使用最多的还是 ChatGPT 现在特别是 GPT-5出来以后的话，我最近基本上都是 GPT 把这事儿搞定了。Gemini 也基本上在能用的状态下吧。在英伟达的服务器上跑 DeepSeek 用小语种一问，抄袭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个抄袭这个事儿不是这么去检验的这样的方式去检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 Grok 能够便宜点，我会选 Grok。Grok 现在就是 Grok 4现在免费也可以用嘛，但是效果其实挺差的。就是我尝试过给他一些问题让他回答，效果奇差无比，就是比这个Gemini 2.5 Pro 和这个GPT-5其实都要差非常多今天不看了先看柴静的节目。DeepSeek 已经完全被束缚住手脚了，它和 Gemini 很像政治非常正确，但是这个什么证据核查或者是
搜寻非常差啊，无法自证，让他去自证啊，和 Gemini 一样继续各种延缓。Gemini 其实我觉得还凑合，现在 Gemini 用不下去，确实是因为这个，对它 DEI 是很厉害的啊，这块儿。昨天啊，一个 Gemini 回答啊，给我搞傻了。有什么啊？这个英文我就不念了啊，费劲。然后也是换热器和这个回路吧。这个啊，制冷哈、这块他们现在好多都真是完全泡在里头，不可能全靠这个变压器油被动散热啊。这个现在完全浸泡的效果，据说还是要更好一些。这个英文的部分我就不看了啊。和我们的部分官员一样，说谎不打草稿，直接通过话术想蒙过去。这是 Gemini 吗？Gemini，反正 Gemini 有的时候是差一些。我现在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还会给 Gemini 和GPT-5发一次啊，但是最后可能 GPT-5给出的东西会更加的完善一些啊。Gemini 有时候更啰嗦。同为 Blackwell 架构的5090公版散热也有问题啊，跟这个 A 系列的这个40系列差很远。同时，这个什么 TPD 大幅上升，这个好吧，反正 Blackwell 确实散热是比较费劲的。国内现在智力最强的模型应该是 K2 了。Kimi K2 啊 ，Kimi K2 确实是挺好用的，而且 K2 便宜啊，它比这个千问3 Coder 要便宜多了。因为我昨天还是前天使用千问3 Coder 挂那个 Cloud Code 去用，一会儿就扣了我大概60多块钱啊，30多块钱吧，30多块钱，然后直接把我的那个通义千问的账号给我扣欠费了，欠了18块钱。然后今天所有的模型不干了，所以只能上去充值去啊，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没什么见识和睁着眼说瞎话不是一个概念吧？这还真不太一样。这个你能说得出来瞎话，这个也是本事啊。有很多没什么见识人，你让他说话，他说不出来。啊，来了点赞啊，欢迎欢迎，赶上了赶上了，哎，对你赶上了。小扎蛮搞笑的，这头 OpenAI 刚开完发布会，另一头马上把发布会里的工程师挖走了，挺好的呀。这个，所以我说小扎在玩的活叫表演行为艺术嘛，对吧？这个还是挺好使的。而且呢，微软有钱啊，说我可以给钱啊，让这个工程师不要跑。山猫他们没钱啊，他那钱都是出去烧掉了，对吧？都是拿去买英伟达了，都去烧掉了。所以他必须把估值拉上去，然后给人发股票，啊，这个所以必须要有5000亿美金的估值，这个也是山毛他们为什么火急火燎的要去发他的 GPT-5啊，这个也是原因。小扎在硅谷疯狂抢人，这事儿确实在美国掀起了挺大的波澜。但是你想，原来啊，大家都是说我们花钱买英伟达显卡。啊，谁花钱买英伟达显卡，谁买的多，谁的股票就往上涨啊，谁家的这个估值就高，对吧？你比如说马斯克上来说，哎，我给我的这个 XAI 一下买了几十万块卡啊，我还把它拼起来跑通了啊，那它估值蹭蹭就涨上去了，对吧？这个里头，小扎，你说我已经有60万块卡了，但是我前面训练那个模型挂了啊，那我现在开始表演抢人大赛，这个股价也涨了，这个其实很危险啊，因为它这种股价涨了以后。那下一个想去涨股价的人，难道你也学小扎去玩抢人大赛吗？这个事儿就太吓人了啊！理论上讲，任何图灵完备的计算架构，都能够训练大模型，只要你不嫌慢，内存不够，硬盘凑不，那这真不行啊！那个，因为它要求你的芯片连续在线时间要足够长啊，你这个达不到的话就。跑不到下一个节点就挂掉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2倍速度急追啊，希望你已经追到了。
其实内存运行大模型性价比不低，问题就是显存比实在是太慢了啊，对，它就是比显存慢嘛。你像我的电脑啊，这个我有一台 Windows 啊，这个是我的 Windows 应该是3060，我的3060里头有6G 的显存，但是呢，我有40G 的内存。然后我另外一台是 Mac 啊，是32G 的叫统一内存。同样的大模型，比如说 ChatGPT 的这个叫 GPT-OSS 20B 吧，在我的 Mac 上啊，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每秒可能，我觉得有10几20个 token 都是有的啊，速度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可以用的。但是呢，我到了 Windows 上啊，就是6G 显存的3060上，大概1秒钟也就是2个 token 啊，那基本上就没法使了，对吧？这个就属于一个一个往外蹦字儿的一个状态了啊，这就废掉了。这就是内存跟显存的区别。所以苹果在这儿呢，就这个搞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叫什么呢？投机取巧，它叫统一内存，但是它统一内存也确实要比这个 Windows 上的内存要快啊。Grook 好像也一直在搞啊，但是 Grook 也是只能做这个推理啊，也没有哪个大模型是在 Grook 上去训练出来的，对吧？这个他们上面反正推理可能微调不知道行不行啊，但是它主要是做推理的。其实啊，资助的项 PLTR 是谁资助的项目？有用 IBM Z 搞25B 的这个大模型，但是短期内不会公开成果。那这个就等呗。而且 IBM Z 好吧，遥遥领先就算了啊，要是真好使，早吹到全天下都知道了。哎，这个遥遥领先是这样的啊，就是特别烂的事儿呢，如果对他有利，他就装聋作哑啊；如果对他不利呢，他会马上出来去纠正你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RAM、VRAM 性能上没差太多，但是计算单元不在 CPU，同步数据消耗太大了啊！是的，你在机器里边去同步数据还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据说马斯克要放弃 Dojo 啊，放弃呗。你有那自己研究芯片的功夫，还不如买英伟达的呢，对吧？你多买点英伟达的，还可以啊，把整个的性能提上去。现在不是华为能不能这个取代英伟达，而是 AMD，都替代不了英伟达。是的，AMD 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没有成功的去给任何一个大模型提供过底层训练，对吧？拿它的这个板卡去做推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Dojo 已经这个创始人带着团队离职创业去了啊。如果可以需要吹嘛，对吧？好吧，那如果需要，那咱们就继续吹。听出来老范整了牙齿还没整啊？我这个牙是这样的，就是我跑去这个看大夫说你要去洗牙啊，洗完牙做牙周治疗，然后再去看后一步怎么办。然后呢，下一个大夫看完了以后说，你再去做个 CT 吧。然后呢，我看看到底接得了接不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这个牙太难做了。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最后边吧，右侧下面最后边一颗牙，对吧？他们号称叫什么变异，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就是反正是不是那么好弄的吧？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准备换一个医院，找一些专家号去挂一挂，再去研究牙的事情，啊，所以牙我估计可能还要再折腾个1、2个月啊。这个，但是我每次说要看牙，都觉得特别为难啊，因为真的是过程又长，然后又难受疼啊。我这个人比较怕疼，啊，这个属于被人抓住了以后不用刑讯逼供啊，你只要是这个问我啥我说啥那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这个每次说要看牙，我都比较害怕。没有华为，没有5G 啊，这个5G 呢没有华为也大家可以搞得很开心啊，不用担心这个事情。AMD 现在面向工程软件的计算卡卖的蛮好啊，
也没必要跟英伟达拼自己的短处，那 AMD 肯定还是要拼啊，因为这是全村最靓的仔，你不拼这玩意儿，你的估值咋上得去啊？肯定是要去拼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所以现在 AMD 其实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给英伟达卡去做配套，它也当 CPU 去啊，它把 CPU 卖进去，然后英伟达卡进去卖 GPU 去啊，这个是它还能挣一波，但是 GPU 这块真打不过。然后 AMD 另外一块特别挣钱的活儿是什么呢 ？PS5，对吧？然后 Xbox 就这些玩意儿里头都是 AMD，没有华为，没有台积电。哎呀，台积电应该不需要它吧？如果可以啊，为何偷偷卖台积电的芯片啊？这个没看懂这句话说的什么。现在英伟达芯片都有 VBIOS 什么克制板卡，如果改的太大，需要找英伟达重新定制 VBIOS， 自己改过的过不了自检啊，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因为中国人你只要能够挖矿的这个啊，你拿这玩意儿去改都没什么大事儿，对吧？你可以把矿卡里的 GPU 拆下来，然后重新去装嘛。至于他那些卡的话，他很多的这个生产板卡的公司就在中国，就在大陆，对吧？就是你把 H100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弄出来，然后在这边去生产板卡，所以这都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而你找英伟达去授权呗，他说我们要找一个授权，对吧？然后我们来去做这个事儿都没问题的。简单逻辑，如果可以，你会怎么样？当然，大举投资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没看懂这哥们儿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就说消费级卡，AMD 也是玩田忌赛马，做市场拼性价比。AMD 原来干英特尔也是这么干的呀，对吧？英特尔有4核的时候，他玩6核，对吧？然后英特尔玩8核的时候，他玩12核，然后每次都搞这个，然后玩那个叫什么线程撕裂者啊，一直在干这种事情。后来做那个什么叉 3D，就是把这个显存做什么3D 堆叠，然后直接塞到芯片里头去。啊，后边咱们现在再买到这些 CPU，拆开了以后，里头都是一大堆的小的芯片，然后拼在一个壳里头啊，什么啊不是显存，就是它那个 CPU 缓存什么的，跟芯片都搁在一块儿。你来一招卖芯片收保护费，我来一招说你有追踪器，啊，都是把商业市场政治化。哎呀，这个追踪器这事儿呢，我们反正也没有证据啊，我们就是怀疑就完了啊，我们一直怀疑。然后谁想买你的芯片，我就拎回来，好好的跟他谈心啊。但是我们就干这个事儿。至于收保护费那个事儿呢，我是不太相信最后能收成啊，因为你比如说 AMD 和这个英伟达说了，说我给美国做投资啊，那懂王认了，这个只要是这个投资的钱数跟他往中国卖的这个芯片数不是相关的，在美国呢这事儿就能过啊，一旦是相关的就违宪啊，这个咱们前边已经做节目讲过这事儿了。点赞啊，欢迎！看热闹的以为英伟达做的最好的是向量计算，懂行的都知道训练离不开它，主要是靠 NVLink 啊，NVLink 确实是很强。谁想你了？好多人都想你说，哎呀，今天怎么鸡汤灌饼没来，对吧？不是有渠道能买到 H100吗？主要还是不想买。想买肯定有渠道能买到，大家还是会努力的去买的。而且像这个谁，字节跳动这些公司都是会在海外买，海外部署，对吧？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谷歌的 TPU 能训练 Gemini？TPU 没有对外销售嘛？啊，TPU 确实没有对外销售。谷歌的 TPU 呢，其实发展了好多年了。你像刚才咱们讲的 Grok 啊，GROQ 那公司，他们就是做 TPU 的这帮人跑出来去干的事情。而且谷歌到底有多少 TPU，其实谁也说不太清楚，对吧？它有可能是堆了很多的这些东西一起去做的训练，啊，所以大家也没法去衡量 Gemini 2.5 Pro 到底是拿多少 TPU 去训练出来的，或者你这些 TPU 到底针对 H100的算力应该如何去折算，所以谁也说不清楚。DeepSeek 纯粹是个话痨啊，巨费 token 啊，这个你还没跟豆包聊呢，豆包那才叫话痨呢啊。这个话痨是也另有其人的。
会不会被军方征用，不能放出来？这个军方还是征用这个质谱吧，对吧？质谱都因为被军方征用进了美国严选名单了，那是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公司啊，这个 DeepSeek 还不是美国实体清单公司的啊，这个所有境内清单的我们管它叫美国严选啊，就是美国的商务部已经替我们选过了啊，这个是啊他觉得还不错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感情说 H20有问题是国内有感情说 H20有问题的是国内友商啊，说不定华为诬告啊，这个也不叫诬告嘛，就是我们怀疑这件事儿，对吧？自证清白永远是最难的啊。谷歌 TPU 直接做了实际以太网的这个什么啊，可以连一个上位机初始化后 TPU 间自行组网。你像这个华为升腾的384超节点，他们是在每一个910C 后边这个，就是在每一个他们的算力卡上面直接连这个光通讯模块，对吧？它这个光通讯模块是直接连算力卡的，是不经过主板的啊，他们是这么来干活的。昨天用了会儿免费版的 Cursor， 速度和能力现在都不错，比 Cloud Code 加 Kimi K2 厉害。但是啊，你用的是那个Cursor Client 是吧？这个我还没用啊，这个等回头去跑一跑。最近反正因为也是代码跑的稍微多了一点啊，这个还是要稍微的分散一些精力了。TPU 还做了 MMU 啊，这个好吧，是这个。你好啊，你好，你好。现在大模型被喂食也挺严重的，这个还是数据的问题吧，就是你的这个数据到底怎么把它进行很好的标注和识别啊，这个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完全浸泡完全浸泡归完全浸泡，不是泡进去，也会有主动回路啊，这个搬运热量啊，纯靠这个对流是有点慢的，好吧？那么这个完全浸泡还是要强对流一下吧。Gemini Pro 用来总结 YouTube 视频挺好的啊，其他就算了。啰嗦且幻觉多啊，这个我现在看到的，就反正我每次都会用嘛。Grok 是这个经常换节比较厉害的一个，因为它引用很多 Twitter 的这个结果，对吧？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居然是直播啊！可是刚觉得 Grok 4开 Free 很 nice， 其实对 DeepSeek 没抱太大期望。Grok 4的 Free 挺难用的，我去试了试，觉得非常非常难使，因为你经常问了他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以后，他就直接给你蹦英文啊，这个甭管你用中文问还是用什么问，他就给你蹦英文出来，然后你让他这个给你回复中文的话，他不会直接给你回答问题，而是写一个巨老长的这个问题的确认给你啊，然后你要说你继续去研究，他才开始跑啊，这个太费劲了。反正我觉得 Grok 4的这个免费版还是非常费劲的，而且它好像是使多少个小时才能使几次啊？它那个对于免费的那个限制非常非常严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马斯克的就是产品化这块还是差了点。上次直播啊，我跟你说了，千问3 Coder 使用 token 效率有问题，太贵了，比 Kimi K2 贵很多，你没上心，我的钱也被他烧光了，好吧？这玩意儿不自己烧一次，你就没有直观的印象啊，一定要烧了自己的钱，他才有直观的感受，对吧？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换成 Kimi K2 了啊。坊间传闻 K2 会看人下菜碟，一般用户的用的安全版啊，这个据说内部用户或者可信的老用户，可能会解锁这个无阉割版啊，这个而且 UI 上没区别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印象里是 Kimi Minimax 和千问都是分国际服跟国内服的，对吧？你去选国际服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国内服的话是需要经过审核的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
GPT-5发布应该不仅是缺钱，也有落地的压力。哎，这个我觉得如果不是缺钱，他们真的不着急啊，那真是缺钱了，而且被人挖人挖狠了。最近在深圳等地调研发现，中国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还有市场，还是相当大的啊，就看自己的基础模型能不能给力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原来不是好多人讲说中国不能做这个0到1，只能做1到100嘛？其实现在中国大模型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要去研究基础的东西，什么数学呀，什么这些东西，别研究这玩意儿。对吧？你去做上面这些东西，比如我去编个段子呀，给人写个小说啊，什么干这些事儿，已经干挺好的了。这个基础模型基本上是够使的。刚才听老范聊到这个内容，我就一直特别的抓狂。其实我的电脑配置也不算低，主要是我自己把笔记本已经改装的非常好了，内存，我也换了 DDR5 2条48G。6400内存还超频了，就相当于说啊是总共96G 内存了。但是现在感觉本地运营大模型，我的8个 T 的硬盘和这个多少 G 的这个内存啊，根本就没有干活。对，是这样，就是他们在本地运营大模型只看显存。就是如果你是现在应该是有5080、5070的笔记本吧。可能是有满血的，可能有20几 G 的这个显存啊，就是它主要看这个，其他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苹果 GPU 内存带宽很高啊，最高的型号有800GB，这个我还真没研究。反正我知道苹果的这个内存真的是金子做的啊，就是你想加一点奇贵无比。家用电脑 AMD、英特尔最高也就是双频的啊，双通道内存，这个估计相当于256GB 以内啊。其实苹果是这样，苹果的内存就是它这个统一内存是直接焊在芯片里头的啊，这个不是在外面的，所以就是你买苹果的设备，你可以去升级它的硬盘，但是没有办法去升级它的内存。哪个 AI 好，像它帮你在 Linux 上安装 Docker，以及完整的 PyTorch 环境，成功运行一个4比特量化的就行了。在 AI 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很多 AI 都弄不明白，给出的版本方案非常混乱。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你不能让它离线去干活啊，你让它能够联网的话，其实现在很多的 AI 都干的差不太多。华为没有上市，所以它可以对一些消息选择性回应或者不回应。哎呀，其实很多消息你就没法回应，像小米，对吧？当时这个出车祸以后，他就直接选择停更了2月，对吧？然后再接着出来发这个小米玉7，这个不回应有的时候真的比你出来回应效果要好。范老师啊，追求连续在线时间是高可用的要求，高可用是为了这个并发训练多个节点拓扑序列确定顺序，然后尽量不傻等，但是所有训练任务都可以序列化，把并发任务变成顺序任务，单节点并发。单节点运行，这种情况在线时间就不重要了，也很重要啊。就是你轮到这个节点，你让他去干活，他其实你如果没有干完，他就直接挂掉的话，也是很麻烦的啊。你还是要在这个就是跑完这一个这个过程之后才能够歇菜。嫩芽欢迎来成都华西。这个还真不知道。除了 NS2，主机其实卖的都不咋样，而且我也不看好 NS2像 NS1那么辉煌。我 NS2现在每天还打呢。微软已经基本放弃 Xbox 硬件了，现在主要是做 XGP 平台服务。反正 Xbox 下一步有没有不知道啊，现在已经有 PS6的传闻出来了啊，这个
不知道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我已经想不明白 PS6 还能向哪个方向发展了。并行计算要求连续在线时间，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中间数据有生命周期啊，这个是，说到底还是内存不够大，内存够大，这个成持久化数据结构，就不用纠结连续在线时间了。这个它其实还不是内存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是显存的问题，而且在显存之间，就是电脑与电脑之间的这个显存进行调度啊，这块还是挺麻烦的。追踪器这个事儿吧，就像买电动车被远程关了一样恶心的。但是你要想清楚，电动车它是卖给普通用户的，而这个叫什么英伟达的这些算力卡，它是卖给谁的？它不是卖给普通用户的呀。它是卖给这个云计算的这些安装工程师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搞定的，所以不要相信说这个东西卖到你身上还有追踪器你拆不下来，没有这事儿。梁文峰年初见谁那时候，新闻说他提出的意见是让他可以自个儿好好玩耍，对啊，但是这个怎么可能呢？一定还是要这个跟大家一起吧。不关注一下广东那个病毒扩散到全国了。好像也没啥事吧？那个什么热嘛，叫什么肯雅热，对吧？说也都是轻症，轻症完了大家也都痊愈了，那怕什么劲啊？这个发热有点太大了啊！这个计算卡本身就吃供电，这个还是铜线文明点啊，这个是光模块是吧？是的。但是那就接着发呗，你想这个，人家那个 NVL72是一个机柜，对吧？它的这个华为升腾384超节点是16个机柜，它的功率是 NVL72的可能是多少倍我忘了，3、4倍大概是。咱反正有的是电啊，咱发的电也足够多，那烧呗，而且咱电也便宜。啊，这家哈，这个 Palantir 这个我准备去研究一下啊，算是老牌的搞数据科学和 AI 的公司了。现在由于上市接受公开审计，不少业务拆到了投资的子公司。好吧，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这个回头我其实可以研究一下。他们是给那个中情局做各种的数据审核的，还是很开心的一个公司。Kimi 写了充500块，有快速版啊。好吧，我其实每次都是充个100，然后慢慢使的。我个人是不建议 CPU 和内存超频的，真要干活啊，这个稳定最重要，这是真的。老黄的显存更贵啊，那显存肯定是贵啊，而且显存都禁运了，对吧？主要不光是 Grook 4免费，现在我发现一个 bug。不知道该不该说，前面一直用一款虚拟付费的 Visa 卡支付 GPT Plus， 后来卡商跑路了，没法充值支付了。但是 GPT 具体一直保留我的 Plus 账号，只是一直在提示我要尽快的绑定卡，但是我这儿都快1个月没绑定了，这个看吧，我估计下个月就给你取消了。而且即使主要是用来玩游戏，现在新游戏对显存的要求来说，8G 的 VRAM 还是捉襟见肘了啊！对，我现在觉得我的这个机器有点捉襟见肘了。果子搞的魔改 ARM，MMU 可以拆南北，然后加南部和通道啊，这个 X86没法这么搞。是的，这个苹果毕竟是他自己设计的嘛，芯片整个都自己改。一套华为的 GPU 项目没达到一个天价，不行，你这个繁体字我实在是读的太费劲了，就不念了啊。什么是第4世界？在你的这回复消息，问一下，这个不知道啊，这个英文的我们也不念了。
单节点模式下，如果挂了，可以从上一个 checkpoint 重新跑。对啊，但是你也得跑到下一个呀。如果你始终跑不到下一个，你们得来回跑嘛。别本地部署了啊，还是老老实实的网页吧。对，我现在基本上本地的欧拉玛，我准备把它卸了，实在是不怎么好使，而且太占空间了。肯德基亚热好像不是这么念的啊。吃麦当劳饭，据说做全美大人脸识别，可真是好学生，好吧，这个很厉害的。对，据说确实是在做啊。想起以前我碰到过一个笑话，一个老板做政府项目，要做3位图形实时渲染，他说大不了买2块 A100跑，然后下个月他就开始裁员了。这种芯片不仅个人玩不了，小老板也不行啊。这个确实不是那么好玩的啊。但是大家要想清楚一点，就是 DeepSeek 这个公司原来是做什么的呀？原来它是做量化的，就这帮人特别擅长魔改英伟达啊，包括魔改它的各种各样的驱动和一些底层的这个代码库啊，这个是它比较强的地方。问题是很多场景不能用云平台，比如自有平台接入和保密等问题。哎，这个保密我从来不觉得是一个真问题。一套华为的 GPU 项目没达到一个天价金额，内部是不给立项的，给了天价，你被坑了啊，是不可能投诉和公开指着骂的，不像美国找了这个 Oracle 项目啊，项目失败之后直接打官司啊，这个，哎，国内反正你想骂华为还是稍微有点难度啊。本地部署很好用啊，只要你的显卡过得去就可以了。32G 显存会很好用，我就不费这个劲了啊。我现在的一些应用啊是使用 Grok API 的这个 OSS 120B，这个何必搞本地？哎，这个我倒是可以试试啊。Grok 平台上有 OSS 120B 啊，因为我没有在本地跑，我本地跑不动120B，我本地只能跑20B，这个可以去试一试去。玩欧拉玛要单独找一台机器用这个虚拟机都不行，好吧？这个欧拉玛我现在已经懒得跟他费劲了。32G 显卡不便宜嘞，哎，这个是真的。土豪，咱们做朋友吧。保密对干活不是问题，对自己的饭碗是问题。打工人何必惹这个骚啊？这个好吧，这个咱也就不说什么了啊。这个我觉得那个鸡蛋灌饼，你可以去搞一些千问三的那个235B 回来去玩一玩，那个东西还是可以的啊。但我觉得千问三的指令依存度还是没有那么好啊，它有的时候会出问题。指令依存度的话 ，OSS 还是不错的，但是 OSS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太喜欢调工具了，所以它经常跑着跑着把自己的一些 token 啊，上下文 token 都给你占光了，这个是比较烦的。已经有 OSS 120了啊，很快，除了上下文窗口比较窄啊，它上下文窗口多少？是这个，它应该是128K 吧，还是256K？我忘了啊，好像256K 吧。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还有啊，我觉得 OSS 120不啰嗦，好吧，回头我去试试，有空去研究研究。其实你可以在本地布 OSS 120啊，对啊，这个东西反正开源的，对吧？但是你说我布了个 OSS 120，看看这个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人管你就是了。好啊，这个今天差不多到这里，然后跟大家讲一讲，周末的话，我应该会去把我的 N8N 更新出来啊。N8N 的话，我到底是更在会员频道还是更在普通频道？算了，还是更在会员频道吧。因为这种课程可能还会稍微的这个枯燥一点啊，但 N8N 确实还是比较好玩的啊。这个周末会把 N8N 的会员节目录了，然后的话，
周末再去录一些这个比较开心的吃喝玩乐的节目吧，对吧？这就是周末的一些安排啊。然后咱们下周继续。我看看还有什么啊，能有这样性能的东西啊，这个价格其实很便宜啊，这个说是32G 显存嘛，哎，这个咱就不费劲了。好啊，咱们周末愉快，大家好好玩耍，再见。